他叫许建豪，香港某富商之子，他自己也是商界新贵，他名下的豪冠科技人气直升。他赚是王老五的名声更大过于他的商业名声。许建豪对我可谓用心良苦，常常下班后赶往机场飞到这座城市，只为陪我吃顿烛光晚餐或是听场音乐会。之后又连夜搭机返回香港，4日早晨照常出现在他的办公室。我一觉醒来，迎接我的每每是快递公司送来的爱情信物。他的这些礼物让我感觉不适，我发现我不能再缄默下去了。航班晚点了，今天就别出去了，到我书吧咱们聊聊吧。好吧。建豪，我不知道这次谈话会不会伤害你，但是我必须得谈了。你说出什么样的结局都不会伤害我，我早有准备了。我们俩不会有结果的。你再这么辛苦下去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强迫你了？没有没有，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。我的意思是，或许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不可能，一开始就告诉你。哦，那不怪你，那怪我。我没有向你挑明，是怕你拒绝我。为了防止你回绝我，我没有向你挑明我的感情意图。我是想让你慢慢的接受我。我迟迟没有回绝你，绝不是待价而沽或者留有余地。你真的很好，但是我对你确实是没有感觉。你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不是功利的女人。如果是，我也绝对不会这样。我真的是挺于心不忍的，让你为我这么劳命伤财。
真是惭愧。你应该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是用物质来收买你啊。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敬酒不吃吃罚酒？你方方面面这么好的条件，多少女人想找还找不到呢？他们是想找我的条件，不是找我。我不是说对你的条件没有动心，其实我也可以装作很爱你，而且可以做的让你看不出来我是不是爱你。其实我爱的是你的钱，但我不是这样的女人。我明白，你是爱情至上。其实咱俩是一丘之貉，可惜我们擦肩而过。我真是太不走运了，我可以解脱了。可是我真是想知道，让你爱上的那个男人，到底是什么样？我怀着一丝惆怅，一一惜别这场好莱坞式的爱情。像往常一样，我和我的3个闺中密友毛娜、黎明朗、陶春，又例行了常委会议。你真敢保证你不后悔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我知道，但我不后悔。我怎么挺替你可惜的呀？那你替艾琳嫁给他吧。你以为爱情会像时装一样层出不穷啊？爱情机会是有限的，没有几个女人会像你一样30好几还在寻欢作乐呢。谁30好几了？另外，你太男权了。凭什么女人就不能像男人一样寻欢作乐呢？你这是性别歧视。你无时无刻不想把自己嫁出去，可不是每个女人都以婚姻为目的的。我相信能量守恒，每个人的爱情是有限的，用完就完了。照你的说法，就好像是节约用水。你每经历一个男人，你都不能浪费，你得跟每一个跟你相爱的男人都结一次婚了。爱情和机会多少没关系，爱情是同一个苹果的2半重新组合，只是老天爷把切成2半的苹果分别抛向乌合他乡，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概率是0。有的人愿意放弃这种概率，有的人愿意将就凑合这种概率，也有的人愿意坚守等待这唯一一次的概率，这都没什么错呀。所以老掉牙的话，爱情是一回事，婚姻是另外一回事，完美的爱情是自我想象而已。我们像上了发条一样的，不断的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，而我就怀疑，到底是我们寻找爱情，还是爱情在寻找我们？爱情不是找到的，它并不会在生活中的某个地点等着我们去找，它只是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偶然遇见，就像我们偶然遇见飞碟一样。相反的情形也极有可能终身撞不见爱情，比如适合你的人在另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城市，你们永远不相识。不可能！哎，这绝不可能！这是你们感情挫折后的脆弱表现，自暴自弃、危言耸听，心里阴暗。你放心，婚姻是可以找到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。婚姻作为一种人性的社会需要，它存在于每个人一生中的某个地点。你确定吗？第2天上午，我依旧沉浸在我们昨晚研讨后的悲观主义气氛中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烫着你吧？还好还好。
真该死！味道挺香。你弄脏衣服了，我去帮你洗去吧。好吧。另外，你帮我去公司请个假，把谈判也取消了。饶了你吧。下回抬头走路。一定一定。我要是个电线杆子，那你就惨了。我迅速想到，这个地点是要寻找的吗？这个男人绝对是偶然撞见的吗？这是唯一的那次概率吗？关于两半苹果可以重合的理论，黎明朗持悲观主义态度。刚刚跟黎明朗拼合一起的这一半是做房地产生意的，黎明朗给他拍专题片时候认识的，目前还没有排异反应。怎么样？我穿这身衣服出去跟你吃饭不丢人吧？这是你的衣服吗？像租的吗？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穿这么女人的衣服，可能是我以前看你穿正装看惯了吧。明白。一般事业成功的女人都没有女人味儿，性别模糊。你非这么穿也行，挺好的，穿吧。是吗？真是意外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没有女人味儿，所以我成功。成功的女人都不是女人，男人是不是把女人都分为两大类？不是 A 就是 B。排异反应开始发作了。喂，是吗？你给我看着他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先去饭店，我随后就到。赵小军要吃安眠药。什么？怎么又是他呀？赵小军是黎明朗的同事兼哥们儿，最近刚失恋，情绪极为低落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吃饱了，你们吃吧。吃饱了又怎么样？没吃饱又怎么样？没意思，活着真没意思。没意思也得活着，活着人生的任务。我走了，你们吃吧。我有一朋友也失恋了，人家可是真的吃安眠药了啊。哎，刘来，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。你搞清楚，谁不给谁面子呀？我是跟你谈恋爱，我又不是跟你们俩。你三番五次带这么一个跟怨妇似的大灯泡来，你说你什么意思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平时不会带他来的。他现在是特殊时期，需要找人倾诉，他信任我才会找我的。不就是一次恋爱吗？他至于吗？他，难道他真的以为谁对谁都是唯一的呀？他装什么纯情啊？这是。照你的意思，就每个人都应该水性杨花，感情专一就是出愚蠢，对吗？你犯不着跟我玩逻辑游戏。既然刘磊一样相信没有完美重合的一半，黎明朗为什么还如此不甘呢？理论和实际是两回事，人都是矛盾的。你再这么半死不活下去，我看你还是吃安眠药算了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你以为找女朋友跟找妈似的，只有一个？你知道吗？一次，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。以后我就是残缺的。得，你收起你的梦幻爱情吧，哪有什么真正的爱情？你也不例外。你的这次爱情只不过就是你的一次错误想象。你没爱过，你不懂。我太爱过了，就是因为我爱过，我才不相信有爱的。你也会有这种经验。说这些话，黎明朗有些心虚。或许赵小军真的撞见了他真正的一半，谁敢验证不是呢？有一天，你会有我的这种经验。撕心裂肺呀！我再警告你，人不光有爱情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人活着不是为了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，
李明朗说不清是在警告对方，还是在警告自己。妈妈，软件设计师陶春女士的感情生活忽然射进一道霞光。你怎么私闯民宅啊？快祝福我吧！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呐！陶春公司新进来了个同事，叫汪义伟。陶春对他一见倾心，陶春疑心自己过重的心跳声已经被对方听见了。来，两人都没怎么主动搭过话，好像两人不约而同刻意维持着尽在不言中。那相视一笑，像种子一样在陶春心里生根发芽了，但他无从知晓对方是否也生根发芽了。陶春决意不打破两人之间的缄默，他很久违这种古典含蓄的感情了。但是昨晚，陶春儿，你觉得一个人过好吗？还行。我觉得一个人过挺苦的，吃饭太麻烦了，总也吃不好。陶春儿，你准备一直一个人吃吗？是的。啊。我当时啊都开始恐惧了，我特别害怕他继续说下去，可是我又怕他不说下去。镇定，你一定得镇定。没错，我是先让我自己镇定下来。哎，你知道他忽然开口又说什么吗？陶春儿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认定你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。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吧，和我在一起生活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天哪，我脑子嗡的一下。哎，你说他怎么就这么直接呀？一点过程都没有。我和他没说过两句话呀。图财，你也没什么财；图色，他也犯不着把一生都押给你吧？你怎么总喜欢把人往坏处想呢？更正一下，是把男人往坏处想。也许我身边的男人千篇一律的都比较花，所以我觉得汪义伟也不例外。那你为什么不认为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呢？我想啊，可是我说了算吗？算啊！哎，你是男人专家呀，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帮我分析的。你别捧杀我，你还不如直接骂我作风不正呢。毛娜，你严肃点。哎，你快告诉我该不该答应他啊？你还用我帮你下决心吗？你想结婚就跟别人想发财一样。毛娜的意思是说，陶春会像扼住命运的喉咙一样抓住婚姻。我得让你先帮我一个忙，之后我才能做定夺。什么忙？帮我做一次试金石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苏小妹三世情郎，我要看看这个汪义伟能不能过得了你这道美人关。拜托，你还嫌我不够身败名裂、臭名昭著啊？哎，又不是来真格的。哎，再说了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有义务帮我验货的。万一我对他不了解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嫁了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那我可怎么办呀？行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真够心狠手辣的，为了个人的幸福不惜牺牲姐妹。
又不是真的，我一定会涌泉相报的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！陶春把毛娜的美色变成鬼门关，挡在汪一伟面前。就在同一天晚上，刘磊又敲开了黎明朗关闭的心门。你找谁呀？我找著名电视制作人黎明朗小姐。他不在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那天都是我不好，原谅我，行吗？有话好好说，对女同志别老动手动脚的。都是我这男同志不好，我今天请你吃饭，行吗？你没有什么不好，我得跟你说明白，你不是我唯一的生活，我也不是你唯一的生活。我明白，当然。女人都是势利鬼。这一幕就叫人生的戏剧性。女人都是势利鬼，都是薄情寡义的小人。女人是猫，谁有好吃的，她就跟谁走。不好意思啊，明朗，打扰你了。刘来，对不起啊。你没喝多呀？礼貌也没忘啊。我知道，我这样没出息，但是我心里难受。你是个男人，你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啊。这哥们看来真的是被感情伤着了。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像他这样。像他哪样？像他这样付出感情吗？不是，不能像他这样承受不了感情。小军是个特别真诚的男人，对待感情不留余地，也是一物降一物。那个女孩根本就不可能跟他好，可是他不信，也不听朋友的劝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今天晚上他睡在这儿，我总不能把他背回去吧？明朗，有句话我想问你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你们俩这关系恐怕是非同一般吧？让你失望了，我跟他纯粹是君子之交。哦，君子之交，淡如水。那为什么他没事老往你们家跑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这是你的私生活，我不应该多问，我也不想多管。但是现在有一点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所以我希望以后你跟异性交往的时候能多考虑一下，至少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，好不好？我很尊重你，但我不能因为你抛弃我过去的朋友吧？行，凡事总有取舍，你再多考虑一下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就照顾你的朋友吧。你得信任我呀！我慢慢努力吧，好吧，走了。黎明朗没有追出去挽留这段恋情，他认为人可以没有别的，但不能没有朋友，友谊更确实。当黎明朗刚刚讲完又一段爱情夭折的噩耗，毛娜带来陶春的捷报。亲爱的们，我来了！快！曹到了。坐下坐下。陶春，上茶。一定。哎，好，喝这杯。哎，怎么样？那个汪一伟上钩了吗？你得付我精神损失费。毛娜奉陶春之命前去汪一伟午餐的地方施美人计。您好，您需要点什么？要一份卤肉饭。好的，谢谢，15块。呀，我怎么把钱包落家里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没带钱。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您能借我15块钱吗？我把身份证押给你，一会儿再还你钱。哦，我替你付吧，不用还了。来，小姐，过来。一顿饭功夫，什么股票、足球、天气，该聊的都聊了。毛娜感到时机已到，再不失招就该分手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次我请你吃饭，为了表示感谢。可以啊。
不过我老婆管我管得特紧，我基本上没什么自己的时间。对方的回应出其不意，违反以往男人对毛娜的常规反应。这是我的名片，那你方便的时候给我打吧。谢谢，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他好像嗅觉灵敏的动物，闻出了圈套的气味，没有把自己的名片给毛娜。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像已婚男人？你是在骗我吧？想单身是来不及了。他滴水不漏的语言仿佛一道屏障，将自己挡在安全地带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的午餐。拜拜。拜拜。毛娜以无心恋战，鸣金收兵。这个汪一伟好像一开始就认出我的间谍身份了，真的。你夸他呢？他有那么聪明吗？没准他真的是坐怀不乱呢。那还用说？毛娜这个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了，我相信呀，他就是我要嫁的那个人。你又疯了！我告诉你，毛娜可是从来没有被男人拒绝过，这简直对我是人生的一大讽刺嘛！他就不是正常男人。我觉得你没准真的遇到了你的另一半苹果了啊！那还用说？当天晚上，汪一伟再次见到陶春，没有提及艳遇一事。他的沉着与缄默让陶春更爱他一些了。在同一夜晚，概率再次降临在我身上。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伤害你。你现在更伤害我。我是不是经营不吃罚酒？算了吧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吗？你对我没兴趣，我也可以解脱了。但我特别想知道，让你爱上的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？多么经典而雷同的一幕！小姐结账。哎，这是你的书包。欢迎以后多多光临。那是，一定来。我准备答应你了。答应什么？和你结婚呀。你不是说不想一个人过，要2个人过吗？我是想2个人过，可我不想结婚。陶春天造地设的爱情之船，在婚姻这块礁石上触礁沉没了。谭爱玲的女友于小娜蜜月旅行归来，约她吃饭。欢迎重返人间，我还以为你们幸福成仙了呢。哎，哦，他们跑了5年的爱情马拉松，终于跑到了婚姻这个终点。我有这么丑吗？你们度蜜月还没晕了头，还能想着朋友，够高风亮节的啊！当然了，我可不能注册亲友哦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有什么新的情况？一如既往。爱莲，结婚吧，真的，结婚挺好的，挺幸福的。他的口气像在劝说浪子回头。看出来了。第3天，我们半夜开始爬山，早上爬到山顶，离日出只差2-3分钟，太悬了！我们差点就错过日出时间。眼看我们的重要计划就要破灭了。什么计划？就是那个在日出时间
亲吻。太过分了，比好莱坞电影都过分啊！让高轩继续给你讲我们的蜜月第4天，我上洗手间。第4天怎么样？没什么可讲的，蜜月啊，只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假装甜蜜。新婚丈夫瞬间由天堂掉进地狱。艾琳，你好像瘦了，是不是一个人生活不太开心？我瘦了吗？太好了，我觉得我挺开心的。这项链挺漂亮，挺适合你的。谭爱玲面对这种局面，不知作何反应。她没构成任何犯罪性质。讲第几天了？等你回来讲第4天。第4天，我们下山。我们在竹林里遇到一大堆野猴子，可我们俩什么吃都没带，是吧？哎呦，当时小娜脸都吓绿了。有一只小猴子蹭一下窜到我身上来了，天哪！这一下倒在了地上。桌子底下还有一只猴子在袭击谭爱玲。小娜，我提醒你啊，不能因为结了婚就放松对男人的警惕。高谦那个人，打死他都不会红杏出墙。你别掉以轻心，刚才他一直用脚在踢我。爱莲，可能你多心了。都说男人坏，其实，如果女人不给机会，怎么可能有坏男人呢？你说我好心告诉于小娜，她怎么反过来倒咬我一口啊？咬你一口就对了，谁让你是单身女人？他还算什么朋友啊？你真幼稚！别忘了他结婚了，结了婚跟我们就是敌人。已婚女人会把单身女人作为生活中最大的威胁，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随便都有可能跟某一个人发生感情。可能吗？其实他们是害怕我们跟他们的老公发生感情。哎，我绝不会和已婚男人发生感情的。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啊？他把结婚证锁在自己家里，又不会随身带出来给你检查。事实上，只要你是单身女人，你就有可能不被信任。并不是所有已婚女人都这么看吧？陶春永远把婚姻看得圣洁无比，难道没有人用看怪物的眼光看过你吗？我恨那种眼神。当然有过。当你和成双成对的夫妻出现在朋友聚会或者什么活动中时，你是单身者，他们看你的眼神就像是在看艾滋病人、失败者、不正经的女人。所以，已婚者和未婚者就是敌人。已婚者和未婚者真像我说的是敌对关系吗？二者之间存在着冷战吗？我们公司准备制作一档婚配节目，人人都在争取，我也在竞争。关于这个栏目，你做没做点功课？我研究了国内外许多类似的节目，像《非常男女》《玫瑰之约》等等。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制作出比他们更好的节目。公司上上下下就你这么一位单身女性，让你做这档栏目，好像有点讽刺你的意思，对你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正好拿我举例说明，以我为代表的广大单身男女们多么需要这样一个寻觅姻缘的节目，这样的节目极有可能让他们摆脱孤家寡人的苦境。好，我可以考虑。你可以作为这个候选制片人之一。他们装什么蒜呢？演技太差了。其实他们巴不得你做这档节目呢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我这个单身女性对他们是有价值的，尽管平时他们视我为异类。这太可笑了，他们比我还过敏，绕着弯的替我摘除自尊心，好像单身是丑闻，接人不接盹儿似的。现在他们放心了，指着你当摇钱树呢。哎，或许已婚族和未婚族就不是敌对关系，只是互相害怕。第二天，于小娜的丈夫高谦给谭爱玲打了个电话。喂，艾琳嘛，怎么没消息了？好像是他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有什么事儿吗？
有件事要托你啊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最近出了本书，想呢在你的书吧办个茶会推广一下。他知道我们关系不错，所以让我托你。如此唐正的理由，以至于谭爱林拒绝他的话，就像心里有鬼似的。行，没问题。太好了，那我下午带他去见你。好吧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你好，爱莲，你好。你要出书的朋友呢？他临时有点事来不了了。谭爱林的女性直觉意识到其中有诈。那好，你先坐，我还有点事儿啊。哎，你是不是避嫌呢？这简直像斗智斗勇，谭爱林只能临危不惧。你越说越离谱了，有什么嫌可避啊？你不会也认为人一结了婚就不能和配偶以外的异性交往了吧？我没那么狭隘。这就是不结婚的好处，人一旦结了婚，都会变得小肚鸡肠。你千万别结婚。说句玩笑话，你这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啊！别忘了，你刚刚蜜月归来。结婚是做样子给人看，实质是貌合神离的折磨。你不知道，这简直就是软戒。结了婚，一点自由的空间都没有了，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要不现在都流行一种叫什么周末婚的方式，就是平时两个人不在一起，到周末的时候相聚一次。你既然结了，就应该安心过。再者说了，结婚是你的自主选择，总不是逼婚吧？我是有苦难言呐，我能跟你在一起聊天，就像放风一样。这话要是让小娜听见，可不大好。哎，你不说，怎么能传到她耳朵里呢？我跟小娜可是什么都不隐瞒的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反倒惹上是非了。你不惹是非就没什么是非，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难道我没有倾诉的权利吗？谭爱林觉得自己像是无辜卷入到一场命案当中，倒霉透顶了。倒霉也能传染，第二天我也倒了霉，恰恰这一天是我的诞辰。您是黎明郎小姐吗？是啊，你哪位？你不认识我，我是电视台的外联制片。我向您核对几个问题。您今年31岁，身高1.68米，体重45公斤，B 型血，狮子座，学历本科，这都对吗？没错。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您亲密的朋友委托我给您送一份礼物，请您明天下午2点在电视台门口等我。我想问一下，是哪位？我因为好奇如约前往，没想到遭到了一次暗算。叶姐气质真是太好了，今天一定会众星捧月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您的朋友给您报名参加了我们电视台的金牌栏目《玫瑰速配》节目，本人是该栏目的外联制片。这他妈谁给我报的名？我还没惨到没人要，非要跑到电视上当众发行配对，把自己处理掉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你别这么不领情啊！你的朋友可是好心，你别恩将仇报。再说了，电视相亲是个性解放、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，时尚，懂吗？我懂，这还不够时尚，最好当众裸奔。你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等到录完像再去报，否则一切损失由你承担。那我都跟你说清了，我这是为了公德，我就牺牲一次。但你得告诉我是谁给我报的名。对不起，我的保密，你的朋友不让告诉你，他们要让你惊喜。惊喜？狗屁！这人身攻击，亏他们想得出。你给我转告他们，别人速配是找不着，我是不愿找，别黑白颠倒的，这是本质的不同。我惊喜过后，轮到毛娜惊讶了。嘿，毛娜呀，于小娜，真是结了婚就不一样哈，红光满面的。那你还不赶紧结？该收山就收山，结婚挺好的。收。你不结不知道，一结我才知道，特幸福。我特希望大家都尝到这种甜头。你还真是大公无私，不吃独食啊。
哎，有空去我们家？行，打电话吧。我有事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蒙大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估计你未必知道。怎么回事？谭爱玲有不孕症。啊！这是谁造的谣？怎么可能是造谣呢？她亲口跟我老公说的。她因为有不孕症，所以才不结婚。其实她特别想结婚。不是，她为什么要跟你老公说呢？这个嘛，得问她自己了。哼哼，高谦他根本就不是个男人，简直是个长舌妇。这很正常，便宜没沾着就张口咬人呗。这是关于我单身的第8种版本了。你所有的版本加起来还不如我的版本恶劣，还有人说我做过坐台小姐呢。反正，在已婚族的眼里，单身的人都有毛病，不是心理的就是生理的。太可笑！谁规定的人的生存方式只有婚姻一种？明明了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